男嘉宾小严31岁，来自湖南职业保险；女嘉宾小珍28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化妆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跟过去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嘉宾不一样，两位是婚姻中的夫妻，对吧？是吧？是的。你们有2个孩子，对吗？是的。对。孩子多大了？大的快6岁了，小的1岁半了。哦，小的1岁半，老大是儿子。老大是女儿。老二呢？儿子。今天是谁想来这个舞台的？我，在他家里生活实在真的是有点待不下去了。因为婆婆对我不好，老公他也对我不好。以前生我女儿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，就是说跟婆婆有什么冲突。但是就是从他弟弟娶了老婆以后，我婆婆就对我特别的不公平。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呢，就随意的摆了几桌。见面礼呀、彩礼呀，加起来就1万多。他结婚的时候差不多是7万，而且他那时候办婚礼的时候啊，办特别的风光。其实我们结婚只差了2、3年。这是比较得出来的。你发现婆家用了2种规格。后面你不知道，因为过年了嘛，婆婆要张罗一桌很大的年夜饭，我就准备跟弟媳2个人去帮忙。婆婆就说：“小红，你不用进来了，你等下怕把你衣服弄脏，有你嫂子这里帮忙就好了。”当时我听了，我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的。那个时候弟妹不是刚来做客嘛，妈肯定是当做客人一样的。你有必要去计较那些吗？你又是家里面的长媳。刚好那一年呢，我跟她就是同一年怀孕的。那时候她就住娘家，我一直就住在婆家。你看我怀孕了这么好几个月了，我婆婆从来没说过准备给我冻什么东西啊，就是说给我搞点什么好吃的。那天呢，就买了1只鸡冻好，而且还买了排骨，还买了很多好菜，就给她打电话。她说：“小红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好菜。”那次不是接过来做客嘛，就是弟媳她接过来我家里做客，她就喜欢去计较、去比较。我坐月子的时候，我住3楼，婆婆住2楼，她都不去看我，而且我坐月子还要打小崽，你知道吧？她都不帮我打小崽，我自己的衣服自己洗。弟弟的孩子他管吗？管，弟媳不是刚生下来吗？他就给他买好多衣服，买奶粉啊，买尿不湿啊。我的崽崽，你知道，生下来这么久了，他都不给我崽崽买东西。你第一个孩子就女儿出生的时候，婆婆对这女儿好吗？第一个是他大的。你会发现说，当弟媳进入了这个家之后，你的家庭地位降低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主要是相差太远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觉得妈妈是不是对待弟媳和对待她有天壤之别？我觉得吧，应该是肯定是有区别的，因为我弟媳家嘛，条件确实是好一些。她家来的嫁妆钱10万，我老婆家来的是1万。所以你母亲对待这2个儿媳之间是有差别对待的，你是看在眼里的。但是我觉得区别应该也就是说，他不看在眼里，因为他毕竟在外面生活比较多。因为他只是偶尔回来，就是说看我跟崽崽一下。我一直在外面工作，我就是想着等我条件好一点，再把他们接到我身边。那时候小孩子小，所以然后他就迫不及待，他就一意孤行，他就自己来长沙的。你知道？我刚去的时候，我以为他会对我们就是说很好啊，结果呢，他每次一下了班呢，就跑到麻将馆去，他就每天打到很晚的时候才回来。我在外面挣钱，不是全都为了这个家嘛，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。然后我一天工作很辛苦了，我一回到家，他带小孩没带好，就是大的哭，小的也在那里闹，然后我就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。所以躲了出去，是吧？对。那后面他生日的时候，我就在家里准备了一大桌子饭菜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结果呢打不通，到了12点喝得醉醺醺的回来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干嘛去了？他说同事帮他庆生，他也就倒在那里睡了。我当时给他整理衣服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在他口袋里面发现了什么吗？戒指，戒指代表什么？戒指代表爱情，这谁送的？谁送的？那个也是一个普通朋友，男朋友、女朋友？女的。为什么送个戒指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生日礼物嘛。你怎么会不知道？但他到现在解释不清，你知道吧？他那时候他就嫌我啰嗦，他说你滚吧。当时我还很生气，我就说离婚吧，我们离婚吧。他来自什么？离就离。在什么情形下你接受了别人送你的这只戒指？就是那天过生日那天嘛。
就一个同事他送了，当时我可能也没有拆，他说你这个等你回去再拆啊。结果到底是同事还是朋友，这是有区别的。就是知己类型的吧，啊，这样子。我可以理解为红颜知己吗？可以吧。后来这只戒指去哪儿了？这只戒指后面不见了。哼，被我扔了。你扔了？最好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让他拿去退掉。我被扔了，我当时很生气。你这扔了就说不清楚了。哎，他到底为什么送你戒指？我没搞清楚。反正他一直就没有解释清楚。我也不清楚，因为我去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送我戒指？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心意吧，他也没说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肯定跟他有什么？我觉得。我相信出现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，妻子在心里一定是有阴影了。觉得丈夫可能在外面有些什么了。我那天就看他在玩手机吧，我就把他手机一抢过来，他心里可紧张了。我就发现他手机里面一天有10几通电话，而且就这一个号码，一打就是1个小时。我们因为是属于闪婚，认识3个月，打了3个的电话，我们就结婚了。跟他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们从来没有说超过1个小时，而且也没有超过40多分钟了。这1个多小时也太长了。我最近跟他聊天啊，聊不到10句，我们就吵得起来。对呀。最近一次，我陪女儿在楼上睡觉嘛，我看她一直都没上来，因为我们下面是一个店铺，我们就住楼上租的嘛，我就看她一直没上来，我就轻轻的下去了。轻轻的下去。对。哎呀，你用词太准确了啊！你知道吗？我轻轻的下去以后，我看她在厕所很小声、很温柔的打电话，我一气之下就把那个门给踹了，我就把她手机抢过来，我说你是谁啊？我说你为什么老是11点钟了还给她打电话？你知道她怎么回答吗？那女的。他说：“原来你就是那只母老虎啊！”我当时真的是崩溃了，你知道吧？普通朋友会说这句话吗？因为这个是我业务上非常一个重要的客户，因为他在我手里面买了很多保险嘛，然后他那天刚好他生意上就是亏了很多钱，我肯定就是说我想安慰一下他，我也还指着他给我介绍更多客户。你说过他是只母老虎吗？这个说过。那你肯定说过嘛？你不说过，人家是不会这么说的嘛。你看他什么话都跟那个女的说。这个女客户就是那个一打10几个电话，一个电话打1个小时那个吗？不是，这只是另外一个客户。客户全部都是些女的，是吧？他做保险，为什么没男的呢？其实主持人，我这里还要澄清一点，我之前是做化妆师的，面对都是女性客户，她是那种就是神经质的，就是特别的去计较这些事情。今年我都已经改行了，我去做保险去了。没想到我换了一个行业，他还是这样子揪着你不放。他现在其实担心你是出轨。其实我真的没有，他真的是想的太多了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离婚，因为我觉得你说的一点都不坦然，好吧？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有2个孩子了。每次我在别人面前说的话，其实我还是挺自豪的，因为我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一张照片嘛，就是1儿1女，1生1世，1夫1妻嘛。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做到。我连我的工作都换了，其实我做了13年的化妆了，我竟然今年我都改行去做保险了。我觉得我真的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挽留他。妻子现在比较担心的其实是2个，冷漠是一个表面现象，其实最担心的是你背叛了他，你到底在婚内有没有对不起他？这个特质除了肉体的背叛，还有精神的出轨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在精神上曾经有过。好，但是在肉体上我是绝对没有的。精神上是不是那个送你戒指的女生？可能吧。3个月，进入一段婚姻，7年，育有2个孩子，一段风雨飘摇的婚姻，我们的老师会怎么帮助他们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问一下男生哦，刚刚你妻子在说，电话里边那个女人说你就是那头母老虎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笑，你也在笑。我的第一个天然的反应是，天哪，这个男人根本不尊重他的老婆。因为对于母老虎这3个字，如果夫妻之间调侃的话，会觉得很有甜蜜感。因为老公戏称老婆是，你看你是母老虎；老婆戏称老公是，你看你这个趴耳朵，这是四川常有的话。但是一个外人就对着你的妻子说，你就是那头母老虎啊！我能理解你妻子那会儿的愤怒和不满，他不尊重你的妻子，
那同样反向可以理解成，你可能在外面你也不太尊重你的妻子，你可能爱这个家，但是你爱这个家的表现并不是真的对这个家好。你可以做好一个职场男性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好一个在家里边当2个孩子的父亲。我前天的时候看到曲老师的微信里边，他发了一条微信，我送儿子去学英语，我正好在这个地方办公，就是一边要陪伴孩子去做孩子必须要做的学业，但同样也不能丢了自己的工作。所以你如果做好了承担一个爸爸、承担一个丈夫、承担一个全家人的主心骨的职责的话，你可能不会那么觉得烦了。同样回过头来，对于妻子来讲也是一样的。当你的弟媳进到你们家庭的时候，你认为婆婆把她的爱分享出去了，的确就是该分享，因为婆婆有2个孩子，她势必要把爱分享给2个人。你刚才跟我们讲，你说我婆婆对我不够好，我婆婆不照顾我，但是我们听到另外一个版本是，最开始你的第1个孩子是由你婆婆带大的，而并不是由你带大的。如果你说第1个孩子婆婆都不管的话，我们有可能说你这婆婆太偏心了。但是事实情况不是这样的。你想过没有，什么人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不想回家，他愿意在外面跟其他同事一起过？因为我带小孩嘛，我肯定是说可能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小孩子，可能对他确实会舒服一点点。但是我们也刚过去也没多久。你刚刚那句话，如果我要是你的配偶的话，我也会觉得很寒心。我只照顾了我的孩子，我会疏忽到他。家里边如果很幸福，他肯定会很自豪的跟外人说，哎，我今天老婆在家里边给我要过生日，我要回家，我孩子还等着我。没有哪个人过生日的时候只想在外面，而不想回到家里边。你们2个有一个最大的情况是，出现问题都会要彼此的躲避，而不会积极的面对。幸福的夫妻当出现问题的时候，绝对会面对面好好解决，共同去商量，最后商量出来的答案都是2个人觉得对这个家庭、对夫妻双方最有利的。所以好好的去谈一谈，不要轻言说放弃。好，谢谢周老师。我一直在假想，如果现在实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情节，我们反过来，可能问题就不会出现。假设你们俩一起生出了小孩，抚养小孩，在一起就会有沟通。如果你们经历了亲自带小孩，体会了当中的艰辛，这时婆婆再伸出援助之手，你会非常感激她。有一个故事，我相信你一定听过。一个乞丐，每天有一个好心人都会给他10块钱，每天都给，坚持了1年。当突然第2年来临的时候，这个人不给了，这会儿乞丐什么反应？怒了，拦住这个人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给我钱了？”一切源于说，所有给你的恩惠，你非但不领情，你还觉得是理所应当。给你反而是错了，给你就不能给别人，哪来的这种道理？所以跟婆婆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你的问题。还有，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老公并没有跟你朝夕相处，他所有做的只是往家里寄钱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又是闪婚，闪婚之后有了孩子，你又出去挣钱去了。有谈过恋爱吗？有没有好好在一起？有没有更深的了解对方？有吗？没有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老公啊，如果说你的幸福的憧憬就是你所说的那样，一儿一女，一夫一妻，那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。媳妇儿有媳妇儿的不对，你有你的不是。这几年就往家里给钱了，你的责任就达到了吗？在家里能够维系好这个家，照顾好孩子们，这个付出的不比你少，反而比你更多。我曾经有一段刚有生小孩之后有体会，有的时候在家看小孩真是累，有时候我觉得上班是一种休息。是的，你一定也有这种感受。对，所以千万别觉得自己挣点钱给家里点钱就这么洋洋自得的，好吗？你做的远远不是。所以如果你真是想达到你心目中的那种幸福的场面，就给我把心收回来。家里的矛盾什么都好办，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，关键是你们之间的感情还有没有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男人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外面累死累活，为了这个家，这我相信。但同时，你也在外面
风流快活，忘了这个家。女生说，婆婆在自己和弟媳之间一碗水没有端平，但是你却不想想，你是否为自己的婆婆端过茶送过水。男人没有责任，女人不懂感恩，你们俩就是2个字儿：闲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一个男人真的在外面拼死拼活、累死累活为了这个家，他得多么思念自己的妻儿。除了扔2个钱之外，他得给自己的妻子分享自己在工作当中的苦闷和快乐。如果他跟妻子没有办法去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只有一个证明，他在外面不是累死累活，是风流快活，因为有些事儿不能说。如果你要是真的在外面思念着家里的事情，和妻子每日通话，便会去宽慰自己妻子在家里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，他也就不会满腹牢骚。你没有做到一个丈夫的责任。如果一个女人懂得感恩，就不会去老盯着自己的婆婆是不是一碗水端平，而是每天去端茶送水。因为毕竟在最艰难的时候，是婆婆给自己带大了第1个孩子。你总是说我别的要求不多，我只渴望跟弟媳处在同一个位置上。那我想问你，你有2个孩子，你能拍着胸脯保证你在将来对2个孩子能够完全平等地付出你的爱，没有一点点偏狭吗？不可能。你只看见了婆婆对她比对你在这段时间好，你是否有看到弟媳对婆婆是不是比你对她要更好？你没有看到。所以我们只能做自己，看自己。当然，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丈夫没有起到丈夫的责任，所以你才会觉得老天对我如此不公平。所以在这儿，我认为你们之间不管今天是好与不好，你们都应该在接下来开始独立的带2个孩子，你带上1年，尝尽里面的酸甜苦辣，那个时候再去讨论离或者是不离。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肯定特委屈吧？没有，我觉得确实有一点点。说的这确实有一点点是我确实做的有点不对了，对婆媳这关系。但是我觉得老公这方面的话，我觉得还是看得出来你委屈。男生啊，他怎么对你不是你出去花的理由和借口。老师们说的特别对，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时候，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生活的磨难。你今天绝对不会站这儿矫情，你也没时间再去弄戒指了。生活有的时候需要累一点。接下来时间留给他们夫妻吧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老婆，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喜欢你的眼睛。我觉得你的眼睛就是特别的清澈，特别的善良。我不想因为这一点小事情我们就此分开。今天来到这个节目，我觉得我自己也学到很多东西。我想以后我会应该懂得怎么样去做一个好老公、好父亲。老婆，我爱你。其实我第一眼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很喜欢你了，不然的话也不会说打3个月电话就会嫁给你，你知道吧？只是你最近做的是，确实对我很不够关心。或者想想吧，我觉得，好了，回去吧啊！生活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谢谢2位，请回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他们会做出一个怎样的决定呢？请开门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让我吃一背诗。哦，谢谢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来，
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庄严而浪漫的时刻吧。老婆，以后我会好好对你。以后我也会改。对不起，我爱你，爱你一辈子。女生，你喜欢这花瓣吗？喜欢。我结婚的时候都没这么浪漫过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你弟媳没法跟你比吧？回家跟婆婆说声对不起，好吗？好。祝你们幸福。来，请回吧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